我买的赛级服务型兽人不喜欢我，他只对妹妹摇尾巴。后来我把一只下等发泄型兽人领回家，他却急得要哭了。林晓，你只能养我这一只小狗。喝醉了，我坐在酒吧门口抽烟醒酒，有个小贩畏畏缩缩地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：小姐，你看起来压力很大，需要发泄吗？我有只发泄型兽人可以给您解解压。我挥手拨开缭绕的烟雾。什么？小贩警惕地左右扫视，确认没人才朝不远处招招手，把那只兽人叫到跟前。这是只狼犬兽人，身形高挑，肩宽腰细，站定时挡住酒吧灯光，在我身上投下一片阴影。没等我反应，小贩便扯过他脖颈的粗制项圈，拽得他单膝跪地，卸掉生锈的止咬器，扯着他头发使得他后仰，露出完整面容，白皙的肌肤，高挺的鼻梁，薄唇紧抿，眉骨和嘴角处都有淤青，狭长的眼眸像只野兽般盯着我不放。小贩用力拍了拍他的脸，小姐您看看，就这个脸蛋，您打着都爽是不是？我咽了咽口水，有些心动，刚好是我喜欢的类型，而且医生说我内分泌失调，确实需要解压的。不过我家里已经有只狼犬兽人了，江晨会介意吧？见我犹豫，小贩踢了一脚兽人，起来，给小姐看看你的肌肉。兽人站起来的姿势有些缓慢，锁链缠在身上，他只能单手褪去黑剃，晶石白净的肌肉线条瞬间露了出来，只是身上布满伤痕青紫。小贩很快重新给他戴上止咬器，拍着他有力的手臂肌肉，小姐您看看，体力好，恢复力惊人，2000块钱，发泄2小时，你就只管发泄，只要别给他割喉放血，他都能恢复过来。割喉放血，我惊了一下，现在人的 XP 已经变态到这个地步了吗？恐怖如斯，算了，反正家里那个不让碰，这只要是便宜，刚好买只听话的回去。我起身，带着几分酒意的恍惚问，彻底买下它，多少钱？嘿嘿，这可不便宜。小贩搓着手，它可是我们这最好的货色，开价，那我就说个吉利数，58888。我愣了一下，我家的服务型狼犬兽人江晨，可是爸妈花了几百万买来送给我的，这只居然这么便宜，嫌贵，那抹个零，58000。最终我用5万块钱把陆渊买下来了，不是很想回家，于是我带他住进酒店。临走前，小贩千叮咛万嘱咐，没完全驯服之前，千万不要把他的止咬器摘了，铁链最好也别摘。酒店套房，陆渊垂眼站在玄关不动，像是尊沉默的石雕，静静等待命运降临。我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，没敢给他摘掉枷锁。你也去洗个澡吧。他盯我几秒，转身走进洗手间，淅淅沥沥的水声响起。过了几分钟，我敲门，我手机落在里面了，他没有反锁，于是门就这么开了。陆渊背对着我僵住了，高大挺拔的身体不着一物，肌肤是毫无血色的白，衬得伤痕更加触目惊心。水流自上而下漫过生锈的锁链，黑污混着小臂的血渍，顺着脊背、腰腹往下流，最后在小腿处汇集，慢慢淌进地漏。他的尾巴低垂着，轻轻颤抖，毛发不像江晨那样顺滑发亮，只透着枯燥晦涩的质感，显得脆弱又野性。我色迷心窍，凑过去从背后抱住他，亲吻他脊背上的淤青。陆渊浑身震颤了下，僵硬地问，你在做什么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，低沉、干涩、磁性。发泄。我回答他，他垂在身侧的手紧攥成拳。不是，他溢出几声闷哼，不是这样发泄，我没有经验，你忍一下。我把他推倒在床，细细亲吻他的每处伤痕。他带着止咬器，铁链束缚着手脚，乖乖任我动作，身体始终紧绷着，像是不知如何反应。最关键时刻，他突然伸手禁锢住我的腰。你确定吗？他看着我，声音更加暗哑。我只是一只低等兽人，回答他的是我迫不及待的动作。他闷哼着闭上眼睛，纤长的睫毛轻轻颤动。清晨，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肌肤，温暖柔软。我侧脸贴着陆渊手臂上紧实的肌肉，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，看到闺蜜发的微信，你去哪儿了？我的自闭症闺蜜又偷偷自己跑回家了吗？我打字，没有，我买了只新的发泄型狼犬兽人，昨晚忙着发泄。闺蜜林晓，你怎么是这种人？我知道你家里的那只兽人不听话让你委屈了，但你也不能找只发泄犬来打啊。家里的赛级犬舍不得打，你就出来打发泄犬吗？你要不是我朋友，我现在就报警了。我真是看错你了，我被他骂懵了。不是，我没打他，我怎么可能会打小狗呢？闺蜜停顿几秒，那你是怎么发泄的？就是你想的那样发泄。我们都沉默了。闺蜜科普，发泄型兽人是非法产业链，他们会偷盗拐掠一些幼年兽人，或者低价购入一些低等劣质兽人，然后通过施虐筛选身体素质好、恢复能力好的兽人作为发泄型狼犬。筛选成功的部分会成为人类的活体沙包袋，供人殴打、折磨、解压，还有部分会沦落到地下斗兽场打生死赛。这类兽人虽然可怜，但是公认的野性难驯。官方机构解救出来以后，也是对外开放免费领养的，无人认领的则会统一安排无害化处理。你后悔的话，我知道他住在哪里。身后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，我惊了下，慌张地按灭手机屏幕，翻身对上陆渊暗淡的眼睛。他垂下眼，避开我的视线。只是他是有组织的，大概率不会愿意把钱还给你。趁他落单，我或许可以。我不后悔。我打断他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只听我的话。他小声答应，神情没什么变化，
只是耳朵抖了抖，毛茸茸的耳朵上有几道浅浅的疤痕。我忍不住伸手想摸摸他的兽耳，他的耳朵立刻警惕地向后竖起来，瑟缩躲避。我缩回手，有些失望，怎么这只也不给我摸？抱歉，我习惯了。他试着慢慢放松耳朵，微微低头。可以摸了，如果你还想的话。他补了一句，我没有客气，翻身跨坐在他腰间，手撑在他胸肌，肆意揉捏他的耳朵，银白色的，软软的，温热的耳朵。陆渊呼吸越发深重，身体也愈发炽热。他微微仰着头，狭长的眸子眼尾泛红，一瞬不眨地盯着我看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可以再发泄一次吗？离开酒店，我并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带陆渊去兽人诊所。医生说他愈合能力很好，身上的青紫伤痕无需担心，只是严重的营养不良，需要长期吃各种特制补剂。所有补剂的价格加起来，已经比他的身价要高了。我不需要。陆渊紧紧扣住我的手背，我随便吃什么都可以，不需要破费，我不会死的。要知道，这点钱对江晨来说，不过是每月买零嘴的开销。没关系的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把新挑选的项圈和止咬器递到他面前，喜欢吗？细细的黑金属项圈，配着特制的黑色止咬器。我本来已经不想让陆渊佩戴这些了，可医生执意坚持，不要被野生兽人的外表欺骗了。他一口就能咬掉你的脖子，我只能尽量挑选舒适的款式。拆止咬器时，医生问陆渊，以前是发泄型还是斗兽型？陆渊头又低了些，声音发闷，都干过。难怪。医生把止咬器递来给我看，你看这圈牙印，肯定是疼得受不了食咬的。陆渊沉默了下，那是昨晚咬的。我一僵，在斗兽场吗？医生随口问。不是。陆渊抬眼看我的背影，是工人发泄的时候。回到家已经凌晨，爸妈早就睡熟了。江晨大概率睡在妹妹的房间里，玄关冷冰冰的白炽灯是唯一迎接我的东西。我甩掉高跟鞋，转头看向陆渊，冷光灯掠过高挺的眉骨，落在他冷硬的侧脸。他没动，视线盯着地板上丢弃的项圈。我捡起来，这是江晨的。江晨是父母作为补偿送给我的服务型兽人，补偿他们弄丢我的18年。我5岁走丢，23岁才被爸妈找到。回到家时才知道，爸妈早从孤儿院里领养了个小女孩林月，她从婴儿时期就被爸妈领养，如今17岁。对于我的出现，林月情绪非常激动，她接受不了自己是领养的，歇斯底里的哭喊尖叫着，把手边能够到的所有东西都砸向我。你滚出去！我才是爸爸妈妈的女儿，为什么要来和我抢爸爸妈妈？这是我家，你个臭要饭的，滚出去啊！妈妈冲上去抱住她，温柔小声的安慰，别哭，你永远是爸爸妈妈的女儿。姐姐回来了，不代表爸爸妈妈不爱你了，爸爸妈妈还会和以前一样爱你，爱你们的。爸爸无奈地护在我身前，妹妹被你妈妈惯坏了，大小姐脾气，你毕竟大她6岁，日后相处多多包容她一下吧。我本该伤心的，但我已经23岁了，疯狂渴求父母关怀的年纪已经独自熬过去了，现在已经步入疯狂渴求金钱的年纪了。我垂下眼睛，委屈的眼泪恰好划过脸颊。我知道了，爸爸，示弱很有用，银行卡里的生活费每月都越汇越多。我在新家的第1个生日，爸妈送了我价值100万的赛级服务型狼犬兽人江晨。小小太内向了，爸妈送你只小狗，希望它能让你变得更活泼好动一些。当时的江晨还只是一只没有化形的小狗。林月哭成了开水壶，凭什么只有姐姐有？爸妈你们说好不偏心的，它是我的。他一把抱走江晨就跑出门，消失不见了。生日宴会搞砸了，生日礼物也没了，爸妈焦头烂额，天天以泪洗面。我也跟着哭，对不起爸爸妈妈，都怪我，是我逼走妹妹的。直到10多天后的一个下午，一人一狗灰头土脸的出现在家门口。爸爸妈妈，我好饿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跑了。爸妈冲上去抱住林月，3个人哭得稀里哗啦。哭完，妈妈回头才恍然记起家里还有个格格不入的我，她面色突然变得愧疚，转身狠狠扇了林月一巴掌。妈妈，你打我！林月眼眶噙满泪水，你知道我这10多天怎么过来的吗？我好不容易回来，你居然打我！那你想过姐姐这18年怎么过来的吗？妈妈把试图安慰林月的爸爸拉回来，以后再容不下你姐姐，你就别做我的女儿了。自此，林月不会明着跟我过不去了。她把江晨还给我没多久后，江晨就化形了，黑色卷发，眼尾微微下垂的杏眼，乌黑发亮的毛发。他看着我歪了歪脑袋，叫出化形后的第1个名字，林月。我才是林月。林月从我背后冲过来，跳进他的怀抱。江晨，江晨，你居然记得我？还记得我带着你流浪街头，闯荡江湖的日子吗？记得的。江晨稳稳接住他，尾巴高兴地晃动。关于林月的一切我都有好好记住。爸妈叹了口气，搂着我的肩膀安慰。江晨知道我才是他主人的时候，闷闷不乐好久。我每天换着法子哄他，
他才勉强接受，只是始终固执的不肯对我摇尾巴，不肯让我碰他耳朵，也不会像别的兽人一样等我回家。他只对妹妹的脚步声有反应，只会等她回家。我每次都失魂落魄地看着他们互动，但我心里其实并不是很介意，因为江晨每个月巨额的生活支出是打在我卡里的，爸妈无声的愧疚也是源源不断打进卡里的。只是最近我开始长痘痘，体检后发现自己有生理需求了。江晨不肯给我碰，陆渊恰好出现，我没理由拒绝。今晚先和我睡吧。我牵着陆渊的手往卧室里走，明天带你去买衣服，他不会介意吗？我回头看他，谁？江晨。他垂眸看过来，狼犬兽人是领地意识很强的，不会，他不喜欢和我睡。陆渊不知想起什么，攥着我的手紧了些。那今晚还需要吗？什么？他耳尖泛起薄红，发泄。想的，可是我腿好酸，我体力很好，你可以躺着。那麻烦了。不麻烦。林晓，早上我恰好和江晨同步踏出卧室门，他皱眉看着我，你昨天为什么一直在说梦话？哼哼唧唧的，很吵的，知不知道？我没有脑，好脾气道，抱歉，我下次小声一点。他语气软化了一些，别扭的问，你做噩梦了？我好像听到你在哭。爽的，你要是做噩梦了，可以给我。话说到这，被林月打断了。江晨，我拖鞋找不到了，别光脚乱走。江晨大跨步回到林月卧室，抱着她出来。笨蛋，你人在卧室，拖鞋怎么跑到客厅的？因为昨天太困了，是你抱我回去睡觉的呀。江晨抱着林月，帮她找着兔兔拖鞋，接着让她坐在自己腿上，握住她的脚踝，耐心地把拖鞋给她穿好。做完这些，江晨才上了楼，朝洗手间走去。他是个完美的服务型兽人，只是服务的对象不是我。林晓，我衣服放洗衣篓了，记得送去干洗。路过我面前时，他脚步忽然顿住。什么味道？我不解。他几步凑过来，掐着我的腰，头埋进我颈侧，深深嗅着，越嗅掐在我腰上的手收得越紧。林晓，你身上怎么会有其他兽人的味道？我没做声，视线掠过他的肩膀，落在刚开门走出来的陆渊。他比江晨高出半个头，宽肩几乎把门框都挡满了。落在江晨身上的目光明明很淡，却让我没来由的绷紧神经。是我的味道，他说。江晨转过身，身体瞬间绷成防御姿势，喉间溢出低低的威吓声。陆渊站在原地没动，沉默地和他对峙。林晓，他是谁？他叫陆渊，是我新养的兽人。什么？江晨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你养了新的兽人？那我呢？哇！林月大声招呼，爸爸妈妈快来看，姐姐又养了新的兽人。爸妈听见动静，先后出门看向陆渊。我主动牵着陆渊介绍，爸爸妈妈，这是我们的新家庭成员，他叫陆渊。陆渊微微低头，先生、夫人。哇，这只长得更好看，也是赛级吧？姐姐零花钱可真多。林月阴阳怪气，不像我，买个小裙子都得另外问爸妈要钱。什么赛级？江晨气冲冲，他还跟没开化的野人一样戴着嘴套呢，毛发分叉，衣服劣质，地上都是他掉的毛，一看就是收容中心里开放领养都没人要的下等野蛮兽人。林晓，你就是看他脸不错，特意带回来气我的，对不对？要是他哪天野性大发伤了你，你就知道后悔了。爸妈闻言神色担忧起来。小小，爸妈不是反对你养，只是希望你注意自身安全，我们不想再失去你了。我不会伤害他的。陆渊低声保证。你们担心的话，我可以一直佩戴这些，也可以每晚在铁笼里睡觉。铁笼？江晨嗤笑，只有斗兽场的兽人会睡铁笼，连给人泄欲的兽奴都不如。我已经决定好留下他了。我挡在陆渊身前，江晨的生活费是爸妈在承担，陆渊的我会自己负责。林晓，江晨吼我，哎呀，你别生气吗？林月给他顺毛，基于姐姐的成长环境，她喜欢下等兽人也很正常啊。爸爸妈妈，既然姐姐有新的兽人了，江晨可以归我了吗？反正他本来就更喜欢我一点，我捡姐姐剩下的，你们总不会反对吧？这句剩下的让江晨脸色一白，他凶巴巴地盯着我，眼眶泛红。不可以，我马上拒绝。江晨是爸妈送给我的礼物，他是我的，处置权在我。我坚定的态度好像取悦了江晨，我居然第一次看到他在对我摇尾巴。虽然他表情别扭又委屈，但尾巴还是不受控制的小幅度摇动起来。意识到这点，他僵硬地控制住尾巴。就算你这样说，我也不会原谅你的。可我并非舍不得他。首先，爸妈打来维护江晨的生活支出非常宽裕，我能扣下来不少钱。其次，江晨身价不菲，我不想要了就拿去卖掉，照样能卖个7位数，怎么可能白白让给林月？爸妈也赞同，姐姐说的对，既然已经送给姐姐了，那就是她的，你想要就去和你姐姐商量。林月没有傻到真的来找我商量。江晨气还没消，以前吃饭时，他虽然不愿意，
但还是会坐在我身边。这次他直接坐到林月旁边了，仿佛林月不能生活自理似的，一口一口喂他。我小心翼翼地拆掉陆渊的止咬器，露出他精致冷冽的面容。别说林月，就连爸妈都看呆了。谢谢。陆渊犹豫了一下，学着江晨的样子为我夹菜。学人精。江晨冷哼一声，林晓不喜欢吃茄子。我挑眉，他坐我身旁时从来不为我夹菜，居然记下了我的喜好，我以后会记住的。陆渊捏着筷子的手紧了紧，然后筷子就啪的一声断了。空气安静了。陆渊的手劲儿确实有些大，所以他每次碰我时都会控制着把力道放得很轻。目前为止，他留在我身上的只有腰侧的几道指印，是第一晚发泄他攥着我的腰不让我坐下去时留下的。用这个吧。我递了一双新的。我爸看了我一眼，就让陆渊住顶楼那间屋子吧。我们家住3层别墅，爸爸说的是顶楼几间类似于小黑屋的房子，里面只有个简易的木板床，最重要的是房间门是铁门，而且是从外面落锁的。江晨又高兴了，就应该让他睡铁笼子里。不急，他暂时跟我睡。我说，医生说我内分泌失调，所以这段时间我都比较需要他。老爸有点尴尬。我妈接过话茬，那你可以用江晨啊，他比较听话，不会有危险。他不肯。我随手给陆渊夹菜。谁说的？江晨皱眉，你又没有来找我，怎么知道我不肯？是吗？我惊讶看他，可你上次不是还答应妹妹要等她18岁吗？几个月前，爸妈为了让我们联络感情，全家组团旅游7天。野营搭帐篷那天，我们一家都喝得有点多了。林月一口一个姐姐，我一口一个妹妹，喊的那叫一个姐妹情深，给爸妈高兴的倒头就睡。我出去抽烟回来时，看到林月在我的帐篷里，萤火已经灭了，黑夜里只亮着一盏小灯。江晨躺在我整理的睡袋上面，林月慢吞吞爬到他身上，俯身凑近他的唇，两人交叠的影子落在帐篷的帆布上，像一场默剧。我可以看见林月倾泻的发丝被江晨耐心地挽在耳后，他象征性地推了推林月，最后妥协。两人忘情的唇齿交缠，亲够了，林月才直起身。江晨，可以答应我不要碰他吗？江晨犹豫，可是你等我18岁好不好？只有几个月了。兽人如果和18岁以下的人类发生关系，不论对方自愿与否，都会立刻无害化处理。你知道我有洁癖的，我不喜欢他碰你。林月蹭着他的脖颈撒娇，求你啦，江晨，我们干干净净接受彼此不好吗？好半晌，江晨哑声答应。好。视频播放完了，脸色最难看的是妈妈。林月，我就是这么教你的，为了和你姐姐过不去，不惜用身体来勾引一个兽人。江晨面色惨白地看着我，林晓，我那天只是喝醉了，我以为进来的是你，轮得到你说话了吗？我爸也气了，我花钱买你回来是让你来我家选妃的吗？我今天就给你的商家打电话问问怎么训的你。林月嗖掉眼泪，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说他？你不觉得他真的很有心机吗？居然录下来给你们看。我承认我是犯傻了，可自从姐姐回来，你们对我的爱就越来越少了。你们就真的要被他牵着鼻子走吗？你们要眼睁睁看着他把我从这个家赶出去吗？我妈摇头叹息，林月，你自己做错在先，如果你没有做出这种事，姐姐也不会有机会录下来。你们两个这个月的所有支出都扣掉，交给姐姐，再去顶楼关禁闭3天，好好反省。卡里会进一大笔钱，爸妈心里的天平好像又偏向我几分。自小到大，我想要的都是拼命争取，如今也是。谁说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？骗子！3天看不到林晓和江晨，我心情不错，就带陆渊疯狂购物。再次感叹，他真的是个尤物。该细的地方细，比如腰；该粗的地方粗；该小的地方小，比如脸；该大的地方大。天生的衣服架子，穿什么都好看，导致我每件都想给他买。但最绝的还是他穿西装的样子。我怒买10几套高定。成功累摊。陆渊一手大包小包，一手抱着我回卧室，我勾着他的肩膀，描摹他高耸的鼻梁。陆渊，你长成这样，他们难道没有逼你卖身吗？有的。他把我放在床上，然后单膝跪地，脱掉我的高跟鞋，换上舒适的拖鞋。他很聪明，这些都是他看着江晨为林月做的。明明自己还没完全习惯人类的细致动作，连力度都在很小心的调整，却还是很用心的记下了。是吗？我看着他的动作，可是你粉粉的，我还以为你没经验呢。陆渊一僵，脸颊绯红的解释，我确实没经验啊。他踌躇片刻，因为我把客人弄伤跑了，他们把我抓回去，我不吃不喝来反抗，最后他们怕我死了亏钱，就把我扔到斗兽场。当时3天没有吃饭，实在太饿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做到的，把那只兽人的脖子咬断了，然后我就留在斗兽场里，他们怕我有力气会反抗，每次喂的食物都很少。最后一次我受了重伤，
他们觉得这次我大概真的要死掉了，就把我扔来做发泄犬。我还是活下来了。这周他们本来在讨论要不要把我送回斗兽场的，然后你把我买了回来。陆渊穿着新买的西装，单膝跪地的姿势，力道很轻地握着我的手，尾巴不安地在身后扫动。他大概没有意识到自己此刻是人类求婚的姿势，虔诚的、期疑的。我不想隐瞒你，我确实是一只卑劣下等的兽人，我伤害过人类，也伤害过同类。从小到大，我没有正常和人类接触过，我没学过照顾人，我甚至不太会用筷子，我不知道什么力度才能不弄疼你。你昨天哭出来的时候，我真的好慌。我想起昨天夜里第二次的体验确实比第一次好太多了，我失控哭出声。陆渊慌张无措地停下动作，对不起，我弄疼你了吗？我没有控制好力道，是我的错，你可以惩罚我，咬我，打我，饿着我，怎么惩罚都可以，别哭好不好？主人。恍惚记得他好像道歉很久，但我爽完就一声不吭睡过去了。怪不得早上他从房间里出来时气氛实在压抑，原来他在不安。没事的，我凑过去亲亲他的脸，我昨天是太舒服才哭出来的，你没有弄疼我。他轻轻蹭我的颈窝，银白色的绒耳蹭在我脸颊，我忍不住上手揉捏。陆渊喘息微微急促，他伸出手，带着薄茧的手指抹撒我的颈侧，认真仔细固执的一寸寸拂过。那里是早上江晨凑过来闻嗅的地方，估计本意是想舔掉的，但是带着止咬器做不到。在覆盖它的味道吗？我笑着看他，他后知后觉反应过来自己在做什么，僵硬的收回手。没事的，我不介意，只是我想不明白。我挑起他的下巴，你既然会为了不卖身3天不吃不喝，怎么完全没有反抗过我呢？认命了。他微微仰头，视线避开我的眼睛，落在我嘴唇。可能因为你年轻漂亮，我赞同。这确实是个无懈可击的理由，可能因为你说自己没有经验，也可能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亲吻。他抬眸，我只是想你知道，我确实低劣野蛮，但我永远不会伤害你，永远都不会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作为奖励，我推倒他附上去，再亲你一遍，好不好？我和陆渊相处融洽，终于理解一掷千金养兽人的人类了。以前和江晨在一起全是麻烦，他作为赛级兽人，对生活环境要求非常高，我得每天陪他锻炼，搭配营养餐，逼着他吃鱼油，帮他洗护、梳理毛发，总之需要很繁琐的步骤才能保持他的完美状态。然后他用这个状态去伺候林月，但陆渊不一样，他是硬帅，我只不过按照医嘱帮他补充好营养，他整只小狗就容光焕发。我觉得自己有点厚此薄彼，索性拉着陆渊坐下来，给他做毛发洗护。江晨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卧室揉搓陆渊满是肥皂泡沫的耳朵。林晓，他眼眶立马就红了，那是我的专用泡沫皂，这是我给陆渊新买的。我继续动作，从小黑屋里出来了。是。林月从他身后走出，盯着我看，诡计得逞。姐姐很高兴吧？不高兴，罚得太轻，但我会再接再厉的。江晨还在瞪着陆渊。林晓，你让他出去，视频的事我可以解释，但我不要和下等兽人共享房间。没有让你和他共享房间啊。我摊手，你不是一直和林月睡吗？你继续去和他睡就好了。兽人嗅觉听觉相对灵敏，所以江晨是家里唯一知道我有抽烟恶习的人。虽然我从不在卧室里抽烟，但他总嫌弃我卧室里有烟味，以此为由去睡林月的房间。没关系，江晨，你本来就嫌弃他臭臭的，跟我不是正好吗？林月勾了勾他的手指。江晨迟疑片刻，义无反顾地和他十指相扣。林晓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我微笑，那就拜托你照顾江晨了。香香妹妹。别墅陷入某种诡异的氛围，江晨变本加厉地对林月好了一段时间，两人都抱着某种目的，在我面前表演如胶似漆，但对我来说，只要这两人没当着我的面开赌，我都接受良好。陆渊更是时常盯着两人出神，林月时常被他看得脸颊通红，故作镇定。实际上，陆渊在求知若渴的学习，他仔细观察江晨的力道、动作顺序等等，然后全用来伺候我了。江晨则是失魂落魄的模样，盯着我愣神。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。前几天，我听到林月卧室里传来两人的争吵声。月月，你都好久没有给我梳毛洗护了。林月冷冰冰的，你自己又不是没有手，自己弄啊，什么都要我伺候的。你是服务犬还是我啊？可是我的日用品也没了。江晨的声音听上去很窘迫。那你去问林小要啊，你的生活费又不是打到我卡上的。林月，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明明你之前还很喜欢我的，如果不是你那天偷亲我，林晓不会这么生气的。江晨自顾自地说，喜欢一个人不该是你这样的。林晓从来不会嫌我麻烦，他每天都会替我梳毛的。怪我，你当时拒绝我了吗？你装什么啊？林月声音尖利，现在就连你也觉得他好是吧？那你就去找他，看他还要不要你了。
你去啊。他喜欢江辰吗？我更倾向于林月只是被宠爱惯了，他喜欢这种所有人都向着他，以他为中心的感觉而已。自这段对话后，江辰愈发憔悴，他时常欲言又止地看着我，大概是拉不下面子找我和好。我只当没有看见。直到某次夜里，我真空穿着蕾丝睡衣，在2楼阳台抽事后烟，江辰突然从背后抱住我，他没说话，温热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我脖颈，我没动。不嫌弃我身上有烟味了？对不起。他用力蹭着我的脖颈，声音委屈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笑了声，没有说话。我那天真的喝醉了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你在亲我的。我信。我点头。如果你知道亲你的是林月，你根本不会反抗。不是这样的。江辰声音闷闷的解释。我还没有化形的时候，林月和我流落街头，我差点被一伙人掳走了，是他冲上来抱住我，又哭又叫，吸引很多人注意，那些人才不得已放弃我逃掉的。你是我的主人，可他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因为他不喜欢你，我也不敢接受你的好。帐篷里那次，我真的以为是你的，我希望那是你的，可是我睁开眼看见的是他，我发现自己好失落，我才知道自己早就喜欢你了。可他救过我的命，我真的没法拒绝他。我嗤笑一声，那你继续报答他就好了，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拦着你。林小江辰抱我更紧，甚至尾巴也缠绕在我腰间。别这样，求你了。我叹了口气，转身看他。江辰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抽烟吗？因为我是跟在黄毛太妹后面长大的。我偷别人东西被抓住挨打的时候，他们陪着我一起挨打。我差点被人猥亵的时候，是他们冲上来挠花那个人的脸。我高烧昏迷不醒的时候，是他们东拼西凑带我去小诊所打针的。你看，我受过的恩惠比你多，你没见我爬到谁的床上，也没见我对谁的要求来者不拒吧？这个人可以对你有救命之恩，那个人可以对你掏心掏肺，亲近一个人的理由太多了。江辰，你天性如此，谁逗逗你，你就会跟谁走。据说赛级兽人的类人程度最高，确实如此。你好像连犬类最基本的忠诚都进化掉了。我不知道。江辰眼眶通红，埋头在我怀里哭得更凶了。对不起林晓，你从来不提以前，我不知道你以前是这样过来的。我只听见林月告诉我她多委屈，我一直以为是你在抢她的东西，包括我也本该是她的东西。我如果知道的话，一定不会嫌弃你的烟味，也不会帮着林月气你的。江辰哭湿的脸贴上我颈窝，先前被他肩线挡住的视线豁然开朗。黑暗的走廊里，两道身影一远一近静立，近处的身影高大挺拔，是陆渊；远处的身影，我眯眼对上妈妈的视线，夹烟的手微顿，终究没藏。罢了，看见就看见吧。回了家，前10几年的颠沛我都含糊带过。他们精心培养的养女，钢琴芭蕾样样精通，连插花茶道都拿得出手。而我呢，精通抽烟、偷窃、铁丝开锁。我不觉得丢掉我1年后就马上找另一个女儿代替我的父母会有多爱我。说出不堪来，怕是非但不会心疼我，反而会提防我偷东西吧，还能给林月攻击我的理由。所以我只亮漂亮履历、男优异成绩，摆上甜美温顺的脸，全当自己在竞聘女儿这个职位。早点睡觉，妈妈只叮嘱了一句，便回房间了。漆黑走廊只剩陆渊的身影，他静静地看着江辰埋头在我怀里乱拱。夜里凉，他低声提醒江辰，这才发现他在身后，挡在我身前，再一次对他发出低低的威吓声。我觉得有趣，江辰明明是训练有素的服务犬，偏偏屡次被平静的陆渊逼出原始本能。陆渊并没有恼，他浅浅地勾出个笑，我只是想给主人送个外套。他凑近几步，江辰自然而然退开了。陆渊温柔地给我披好外套，看向江辰，你们可以继续了。江辰没客气，主人，今晚我陪你好不好？那些事情我也都系统学过的，知道怎么让你舒服，我一定会比他厉害的。是吗？我挑眉，江辰的尾巴疯狂摆动。真的，主人，让我将功补过好不好？陆渊神色未变，只是垂在身侧的手紧紧攥着。算了吧，想起你亲过林月，就对你没有欲望了。晚安，江辰。陆渊跟在我身后回卧室，我随手脱掉外套，抬眼看他，吃醋吗？他垂眸接过外套，不会，主人很优秀，以后会有男朋友，也会有丈夫，我摆得清自己位置的。要洗澡吗？主人，本来都打算回被窝的我，沾了江辰的眼泪、口水和味道，我只好起身去浴室。陆渊亦步亦趋跟进来，认真仔细地清洗每一寸肌肤。主人，他湿淋淋地跪在浴室地板，
仰视我。我伸手摸他耳朵，怎么洗不干净？可以暂时拿掉吗？他指了指直咬器，可能舔舔会干净一点。我迟疑几秒，弯腰拆掉直咬器，再次感叹伟大的脸。他埋头从膝盖处开始，仔细地用唇舌覆盖。我忍不住揪他耳朵，那里好像没有他的味道。他应了声，但没停，就这样一寸寸吻到下巴。可以吗，主人？他单手捧着我的脸问。他的吻声色又小心翼翼地落在唇瓣。我偷偷看他，氤氲水汽中，他眼睛紧闭，长睫轻颤。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亲吻。我没再让陆渊带直咬器，爸妈提醒要小心，但没干涉。我在自家公司工作，中午一般不回家。这天偏想午睡，便回家睡了。正睡着，客厅传来陆渊和江晨的声音。我倚在2楼栏杆看戏，陆渊优雅地看电视，江晨挡在他面前，尾巴炸毛。林晓只是利用你气我，他消气了就会扔掉你这下等兽人。陆渊挑眉，那又怎样？他说你脏，至少我很干净，谁碰我，我就咬断谁的脖子，不像你。假意半推半就，有意思。他向来在我面前卑微老实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带刺。江晨冷笑，干净，斗兽场的也配？你不知咬死过多少同类。陆渊勾唇，知道就好。他慢悠悠起身，我觉得你有点碍眼。江晨跳脚，我碍眼？我是他花几百万买的，我比你早来，你才是外来者。陆渊逼近一步，几百万，你看着不值，知道咬哪能让对方不出声吗？他眼神骤冷，让兽人悄无声息消失。这种事只有我这种下等兽人懂。江晨紧张后退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能干什么？陆渊摊手，我只是下等兽人而已。话音未落，他猛扑过去，江晨吓得画出兽形，黑狼犬狠咬陆渊手臂，陆渊被扑撞上茶几，瓷器碎裂，碎片四溅。江晨傻了，没料到他只是虚晃。妈妈闻声赶来，只见陆渊被兽形江晨扑倒，血流如注。怎么回事？陆渊捂臂，面色惨白。抱歉夫人，是我太黏主人，让江晨不快，我以后注意。我佯装下楼。陆渊，你怎么了？主人。他垂眸，一脸柔弱。没事，小伤，和在斗兽场受的伤比，不算什么。我忍住没调侃，昨天他说不吃醋不介意，心里早盘算好怎么陷害了。江晨语无伦次，不是，是他先攻击我，他陷害我，你会信我的对不对？他陷害你。我按住陆渊伤口，他若真想伤你，你还能站这儿？林晓，我没有。江晨又要哭了。妈妈气冲冲拿手机，我给商家退货。不用了，妈，早过售后期了，我处理伤口。有朋友想买赛级兽人，我转卖给他。妈妈迟疑，也行，是你的东西。林晓，江晨满脸绝望，你为他要卖我？你明明喜欢我，你以前做噩梦只抓我尾巴才能睡。我看见你日记写在新家孤单，幸好有我陪，哪怕我不喜欢你，你趁我睡偷摸我耳朵。你喝醉时问我为何不喜欢你，为何连我都向着林月？我不信你对我没感情，我确实不如想象洒脱。哪怕23岁到陌生新家也忐忑，见爸妈偏心也难过，想他占我生活依旧愤怒。当初之礼物是兽人，确实欣喜，曾寄望于江晨，但终被他碾碎。想多了。我淡然看他，你对我只是不忠的狗而已，丢掉不可惜。隔天江晨被送走，朋友搞倒卖，他去处我不问，下家或拿他配种，或欲新主宠他，但在我这，他使命已成，即金钱转化。陆渊柔弱卧床养伤，记得初见他时伤更重，那晚他还能单手抱我运动，现在谢主人，他虚弱接鸡汤。江晨送走了，对，我挑眉，可惜他丁晚，真想和他好好相处。那我接回，你们做好兄弟。他手一僵，人家买回了，不肯退了吧？没事，我补钱。他努力没捏碎碗，硬着头皮，那再好不过。我现在就去。我假意动身，可是他叫住我。他抬眼，目光忐忑。他若还咬我，怎么办？我不语，勾嘴看他。他眼神从忐忑变紧张，又变无措，终定格惊讶。小小，你都知了？不知啊，我无辜。你说说，咬猴哪能不出声？他瞬间慌，对不起，只是他挑衅我太多次，主人别送我走。我吓唬他，我不凶，我会乖。没事，
我凑近他儿，其实你坏坏的，我也喜欢。某种程度上，林月和江晨同类，因受宠便得意忘形，自视甚高。我和陆渊是一类，若我是他，也会如此。送走江晨，林月安分2月，直到他18岁生日，爸妈送他一套房。我尝试得体微笑，心里怒火中烧。若我能抱栋房就好了，也想如他当年喊房是我的，然后抱房离家出走。同事总怪爸妈钱最后不都是你的，你还扣江晨生活费那种小钱，这就是原因。我怕他们立遗嘱，遗产全给林月，拿到手的才是自己的。林月挽爸妈炫耀，姐姐，我生日你没礼物，我装不下去了。开麦，我爸妈都被你撬了，还要礼物？你吃穿用戴哪样本该不是我的？就这好意思要礼物？你恨不得穿我皮，喝我血，吃我肉。林月愣，但她很快反应，爸妈看姐姐，今天我生日，她竟这样。我说她以前乖是装的，你们不信。爸妈劝小小，今天妹妹生日，收敛些，是明天再说。我彻底爆，她搞砸我生日时你们怎么不说？我才走丢1年，你们就急找下个女儿。你们知我那时在做何？我刚从人贩手逃出，被孤儿院推来推去没人要，只能睡警察局。小小冷静，爸轻按我肩，你说的对，我和妈讨论过，是我们错，我们怕勾起你坏回忆，没敢问从前，让你受委屈了，你没安全感，不敢做真自己，也是我们错。他声沉，我们错过你童年，把本该给你的爱都给了月月，所以我们决定，除了这房留给月月，爸妈所有资产房产以后全是你的。明天给公司股份20%你，剩下的你不可改遗嘱，明天办手续转你股份，剩下的尽快立遗嘱，等我们不在了全留你。还咧嘴看戏的林月如泼冷水，全人懵。爸妈，你们说什么？凭什么？他声颤，眼满不信。妈重叹，雨皮，月月，当年孤儿院接你回，这些年没亏你，给你最好教育，生活妥帖，往后供你到大学毕业，这房也留你做养父母。我们能做的，该做的已尽责。他顿，这些年你想我们全部的爱，所以钱和剩的资产给小小，他才是我们亏欠最多的孩子。何意？爱给我，钱给他，你们还说不偏心？林月崩溃，仍是尖叫哭闹离家走。但这次他怎疯？爸妈未改主意，我得股份，遗嘱已公证。林月赌气去最远城上大学，他离，反让我和爸妈关系缓。后我无意见他低价卖那房，也不知有难事，反正我这好姐姐不会帮。平常一天，阳光漫窗，暖果客厅，我捏公益项目批文，转身对陆渊晃，惊喜。他放书来，身后圈我腰，下巴蹭我发顶，何喜？让主人这么开心。我转身靠他怀，生慢。之前卖你的饭，背后斗兽场，倒卖产业链，不是全落网了，但还有很多兽人没被领，再没人管，他们只能安乐死。我递文件，我跟公司申了，自己也贴钱，把这事做成公司公益项目，开救助中心，这中心管理交你处理，如何？我嘚瑟，怎样？不错吧？我也知道，我以前混过，我们混的人义气这块。他愣愣看我，半天才反应，突然俯身扣我后颈吻下，这吻和以前不同，无声色试探，无小心讨好，只满满恨不能把自己献我的认真。午后羊血洒他身，把他耳尖发梢的银白毛染成暖金色。小小，他抵住我额，呼吸炙热，我该怎么报答你才够？我仰头看他泛红眼尾，笑狡黠，简单啊，我只要你一辈子的忠诚就好。